大家好，欢迎来到在野说。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人心碎，甚至有些脊背发凉的话题。如果你家里有正在中国读大学或者刚毕业的孩子，听完今天这一期，你可能会失眠。现在是2026年1月初，按照惯例，各大高校的应届生正准备迎接所谓的春招。但根据最新的公开数据，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达到了惊人的1270万人。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概念吗？加上往年沉淀下来没找到工作的、海归回来的，以及那些考研、考公失败后重新杀入市场的老兵，整个就业市场上待消化的青年劳动力，保守估计超过了2000万。但在另一头，企业的招聘需求却像断崖一样掉下去了。再也查阅了最新的行业数据，曾经的吸纳大户、房地产、教培、互联网，如今要么在艰难还债，要么在疯狂裁员。剩下的岗位是什么？是试用期1000块工资的廉价耗材，是藏在写字楼角落里随时可能被取缔的地下文员。曾经我们形容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是国家的未来，但到了2026年，一个略显猥琐却充满血泪的词在00后中病毒式传播：老鼠人。什么叫老鼠人？他们像老鼠一样，白天躲在狭窄阴暗的出租屋里，拉上窗帘，拒绝阳光，拒绝社交。他们上午11点起床，凌晨3点睡觉，靠着大学期间攒下的那点生活费或者父母给的微薄津贴，维持着一种极低消耗的生命状态。其中有一个案例特别扎心。在青岛的小雨学前教育专业毕业，本以为能去幼儿园带孩子，结果正好赶上中国出生率跌破红线的回响期，幼儿园关门的速度比超市促销还快。他最后找了一份月薪1000元的试用工，扣掉400元房租，剩下的钱连买件厚衣服都要犹豫半年。这不叫生活，这叫维持碳基生物的基本运转。这是小雨的原话。这种绝望是结构性的，不是靠努力能翻身的。很多老一辈的人会说，你们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苦，去跑外卖啊，去工厂啊。这种话在2026年的中国简直是最大的讽刺。在武汉这个号称汽车城的地方，学汽车专业的本科生去跑外卖，结果干了1个月，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因为高强度体力劳动和劣质饮食，把自己送进了医院。大家看一组数据，到2025年7月，中国外卖员数量已经暴增到1400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外卖这个曾经的就业蓄水池，现在已经溢出来了，已经臭了。当一个本科学历的人去送外卖都要面临激烈的内卷和算法的极限压榨时，这个社会的阶层流动通道不是变窄了，而是焊死了。在也在分析宏观经济时一直强调，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大家走上街头抗议，而是这群本该最有活力的年轻人集体下线了。他们不谈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这4步背后是00后对中国当权者这套奋斗叙事的最彻底嘲讽。北京的林月告诉我，他现在就在家啃老。他说10年寒窗，最后去送外卖，那我还不如直接在家里躺着。至少我躺着，资本家就收割不到我，政府就别想从我身上抽走1分钱房贷。这种心态在00后中极具代表性。他们看透了，在这个卷不动、看不到头的时代，所谓的努力不过是为崩溃的宏观经济续命的燃料。既然未来无光，何必为谁发光？再也常说，经济数据最诚实。大家看看2026年开年的薪资结构，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收入断层。以前我们讲，读了大学，哪怕起步低一点，总有个阶梯可以往上爬。但现在，
如果你不是那极少数含着机钥匙出生的赵家人，00后的起薪和父辈30年前进城务工的薪资水平几乎没差多少。公开数据显示，目前一线城市大学生的平均起薪，在剔除通胀因素后，甚至覆盖不了当月的房租和社保。这就产生了一个荒谬的闭环：你接受教育是为了摆脱贫困，但教育本身却成了你贫困的根源。为了供孩子读大学，农村或小城镇的家庭可能掏空了积蓄，结果孩子毕业即失业，不仅无法回馈家庭，还得继续消耗父母的养老金。这种结构性致贫正在摧毁中国社会最后一点关于奋斗的共识。在野的后台，常有年轻人问在野：我该怎么办？我能润吗？现实是残酷的。对于绝大多数2026年的00后来说，在护照办理愈发严格、外汇管制滴水不漏以及家庭资产缩水的背景下，润已经成了一种奢侈的幻想。于是，这群年轻人被困在了原地。他们发现，所谓的灵活就业，其实就是合法化的赤贫。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引用的最新调研，中国现在的零工经济规模已经膨胀到2亿人。这2亿人里，有多少是本该在实验室、在写字楼里创造价值的00后？他们在风雨中送餐，在直播间里声嘶力竭地卖着几块钱的义乌货。这种人力资源的极度错配，本质上是北京为了维持表面维稳，强行将青年人塞进低效循环的垃圾桶里。最让中南海坐立不安的，恐怕还不是失业率，而是民心的反噬。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的00后，尤其是时候，他们翻墙的技术比谁都溜。北京的高3学生宇豪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政治课上讲的东西，连老师自己都不信。我们表面上喊口号，心里都在看戏，看这个草台班子什么时候散伙。这种精神脱钩才是最致命的。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年轻人的未来想象力，它就只剩下冰冷的暴力维稳。2024年结婚登记数大跌 20%， 到了2026年，这个数字只会更难看。年轻人用绝后来对抗盛世，这是一种无声但最有力的抗争。他们明白，在一个权力被剥夺、福利被虚构、竞争被内定的社会里，繁衍后代不过是为这个系统提供新的人肉电池。总结一下，2026年的中国青年现状，就是一场温水煮青蛙式的社会断裂。老鼠人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避难策略。当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当学历变成一纸废铁，当这个国家最年轻、最聪明的头脑都在思考如何低消耗生存时，这个经济体的脊梁骨其实已经断了。现在的繁荣是靠出口和基建硬撑的外暖，而内部早已是冰封千里。中国家庭部门的去杠杆是痛苦且漫长的，而这笔代价最终都压在了这群刚刚踏入社会、本该拥有无限可能的00后身上。在这个寒冬，再也只想对屏幕前的年轻人说：保重身体，守住志识。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活下去，清醒地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感谢收看本期在野说。如果你觉得内容扎心但真实，请点击订阅并转发给更多人。我们下期再见。